系统给的最蓝颜，待会儿要怎么下到男主的杯里去？在这本救赎甜宠文中，按照剧情，大反派顾之自知君王羽翼渐丰，唯恐大权落榜，所以就在男主的酒里下了醉蓝颜，企图促成他与他安排好的贵女生米煮成熟饭，再借清白逼婚，彻底掌控他。然而魏彦卓宁死不从，慌忙躲避，用匕首刺穿自己的掌心，保持清醒，阴差阳错的与女主相遇。为了将计就计打反派的脸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扬言要对女主负责，让女主成了他的未婚妻。来，燕仔仔，本王敬你，愿你今日得遇良缘，永结同心。义父且看。什么也没有啊？怎会没有？只有偷食的黎奴被主家捉了现行。义父说，这算不算自食恶果？西董，为什么我感觉浑身着了火呀？完了，醉蓝颜变成醉红颜了，宿主，快清醒点啊！哎呀！不知如今栽在孤的手上，可知何谓自食恶果？哎呀！不知如今栽在孤的手上，可知何谓自食恶果？燕仔仔，你不是魏彦卓，他现在应该在找女主。这个逆子马上就会杀本王狗头，将本王这个义父踹出举百里地。你身上好冰啊，像块寒玉，却热得很。我要抱紧你。不知，别乱动。你想不想让魏彦卓对你俯首称臣，此生不换？要怎么做啊？孤知，孤不会吃人之味，但是你先算计孤的，以一吻相偿，不过分吧？玉之梦明明说魏彦卓此刻会现身，本郡主今早还特意用玫瑰花瓣泡了澡，在这冷风里苦等这么久，他到底死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惊天大瓜，不得了了！我刚才在御花园瞧见陛下和摄政王亲上了。全京城皆知，本王与西夏养了10年的暴君纠缠不清，满朝文武扼腕叹息，唯恐皇室断子绝孙。按照原著剧情，我这恶毒反派本该在春日宴给男主下醉蓝颜，促成他与女主相知相识，谁知这样偏偏下错了，还下到自己身上来，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世人瞩目，与魏彦卓举止暧昧，从此声名狼藉，成了世人眼中不可描述的断袖。一不小心抢了女主的戏份，剧情彻底跑偏，这烂摊子可怎么收场啊？不可能！玉之梦说过，本郡主是天生凤命，魏彦卓这暴君注定是我的囊中之物，他怎敢喜欢别人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周天师，你且照着摄政王的生辰八字，算算他凭什么拆了本郡主的姻缘。此人10年容颜不老，竟是妖孽转世，且非男儿身，而是红妆女啊！他天生克制你的天生凤命，既是意识之魂，天外来客，亦是这世间最大的变数。不祥，大不祥啊！西董，当时燕仔在亲我的时候，你就没想着阻止一下？哎呀，我魅力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也想阻止啊，但是我被男主一掌拍晕了。拍晕？我懂了，魏彦卓该不会一直以来都能看见系统，听见我的心声吧？剧情发展已经脱离本系统的控制，
主神已经下令速速毕业，宿主你千万别动心啊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主神已经下令速速毕业，宿主你千万别动心啊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反派扑街对主角也好。回家，又是回家。固执，你果然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可不能自私的困住。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，孤已经分不清真真假假，就由孤一人沉沦吧。身边坐一人，雾化云烟，万般都成空。红糖酥酪是燕仔仔送的，算算时间，我也快来癸水了。魏彦卓竟10年如一日，比我还记得我的生理期，看来他其实早就知道我是女儿神。若是回家了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原来我已经动心了，可我不得不回家，这里不属于我，我还有奶奶要照顾。后来摄政王是妖孽转世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，只因那德高望重的周天师扬言我是祸国奸佞，为保江山社稷，当除之而后快。文武百官也忽然都拿我容颜不老的事情做文章，弹劾我的奏折早已堆积成山。陛下，你不能跟一个妖孽纠缠不清，本郡主是天生奉命，你我白头相守才是天命所归啊。臣卑躬屈王，请陛下诛杀摄政王，迎娶凤丽之女。尔等说摄政王奸佞要挟，可固执掌权之时，非但没有鱼肉百姓，反倒立下治世之功。如今仅凭所谓的天命，就要忘了固执辅佐孤10年的恩情。可孤偏不信命，奏折可以烧了，但人死不能复生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有几个脑袋可以触碰孤的逆鳞？若非固执不喜欢孤大开杀戒，孤如今可不会让你们还有闲心在这磕头请命。再敢妄言，杀无赦！不好了，陛下，摄政王被逆贼掳上城墙，命悬一线。系统，待会儿我摔下城墙会痛吗？这可真是反派最凄惨的下线方式啊！宿主放心，这是剧情杀，会为您屏蔽痛觉，粉身碎骨，魂不怕。身体不痛，但心却在痛，是舍不得吗？放了固执，孤以天下为聘，你要什么，孤都可以拱手相让。陛下，固执是不老妖孽，你不能再被妖言惑众，俺们这就为你清君侧。是陈年，都一如初见，又何来偏固执！有缘，巫山徘徊，只为能再望你沧海一夜。3、2、1，正在给宿主传送回现代。跳下城墙后，作为反派的我毕业了，回到了现代。芝芝啊，他们都说你没救了，奶奶才不信，这只是睡着了，在吓唬奶奶。奶奶，我回来了，你别怕，芝芝不会抛下你。我好像做了一场10年为期的梦，梦醒时分，系统消失了，我所处的世界光阴不变，可我却无法忘怀另一个世界的过往。21世纪的固执是一个与奶奶相依为命的苦瓜记者，终日为了给奶奶养老治病而奔波生计，在所有人的眼中平平无奇，不值得爱。而在另一个世界的固执，即使被系统推着走，也顺着本性改变主角的悲惨命运。本该憎我如仇的死对头，也挣脱了剧情束缚，仿佛2只想抗争命运的笼中鸟，在依偎取暖。后来我每天都会翻开那本书，想看看我死后的大结局，魏彦卓过得怎么样，可书却是一片空白，毫无痕迹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可我却频繁做着一个梦，梦中的魏彦卓终日郁郁寡欢，厌世至极。他身边的人总是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，如同冰冷的枷锁，将他禁锢在一个灰白的世界里。他似乎置身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牢笼，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那一方狭小的天地中孤独的徘徊，找不到出口。不是说主角大结局以后都会很幸福吗？那魏延卓为什么一点也不开心？不是说主角大结局以后都会很幸福吗？那魏延卓为什么一点也不开心？芝芝，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给奶奶说说，奶奶的小乖有什么烦恼了？奶奶，你相信书中的纸片人是真的存在吗？小乖，奶奶相信世上有奇迹。当初无数医生都说你无药可救，让我准备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可10天后你却安然苏醒。或许你口中的纸片人也是另一个奇迹，凡事皆有可能呢。奶奶，我在梦中认识了一个人，他叫魏彦卓，世人都说他是暴君，可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因伤痕累累才浑身带刺的小可怜。他可以在盛夏时为我做一碗葡萄冰消暑，也会在进贡时将所有的珍宝都捧到我面前，连国库钥匙都送给我。我与他的10年说来很长，却很美好。最后的那一吻，我承认我心动了。或许于我而言，魏彦卓早已不是书中角色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但古今相隔，我们生在不同的时代，一旦分别，我便不知如何再寻到他，他也无法找到我，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到。小乖，只要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将来若是重逢，你把他带到奶奶面前来，奶奶给你把关。会的。天空一声巨响，系统闪亮登场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冤种宿主，你在现代过得咋样？系统，你快跟我说说，魏彦卓过得怎么样？这么久没见，你一点也不像本系统，只会着急忙慌问那个小崽子。他所处的书中世界已经彻底崩坏，因为主角都死了。都死了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应该与女主修成正果，得到幸福吗？你死后，他仍然无法被女主白双双救赎，黑化值99毫无变动，甚至还给白双双一剑透心凉。我一步一步人生阁楼，低头相思汤。天道，无论重来多少世，听从我的心，我始终是魏彦卓，而不是任人操控的纸片人。你居然又将本神安排给你的女主杀，更没想到本神竟无法抹除你的记忆。算了，本神将顾之传送回这个世界，让她成为你的女主。本神给你写一个完美无缺的甜宠剧本。不知不需要，这个世界是虚假，他的世界才是真实的。我早就知道他会离开，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将他锁在身边。如果困住了他，他就会像前世的我那样痛苦不堪。爱是成全，不是占有。哎呀，可失去固执，我也没了希望。我再也不想留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了。固执，我也有3月。我希望你忘掉我，我希望你遇到一个你爱的，他也爱你的人。我更希望你余生顺遂，平安喜乐。固执，如果人真的有轮回转世，下辈子我能不能来到你的世界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固执，你能不能听见我喜欢你？
我听见了，魏彦卓，我全都听见了。风雨不再回头看，望江南。系统，魏彦卓真的消失了吗？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啊！哈哈，顾之，我骗你的，终于让你哭成个小花猫了。谁叫你做任务逮着最新 bug 就放水？系统，魏彦卓到底怎么样了？别急，主神意识到他已经彻底觉醒，就算重来多少次，他都不会再做书中的纸片人，所以也破例批准他降临到现代，让他做一个真真正正有血有肉的人。后来，系统说，魏彦卓传送到现代的过程中出了点差错，如今已经过去了3个月，系统始终无法联系到他。干，世界这么大，万一他传送到哪个山旮旯，怎么打还捞针吗？哎，顾之，没想到你闷声不响，去干大事啊！你什么时候认识了凤求凰的老总啊？啊，谁？就是近来新兴的国风珠宝品牌的创始人。听说这位老总来历神秘，是黄金单身汉、钻石王老五，一拍卖就是1000年老古董，却总是闭门不见客，性子孤僻的很，多少媒体拍马屁都拍不上。可现在却独独要求你独家采访，那这个日程就定在今天，你快去吧，要迟到了。听说他姓魏，叫魏彦卓。你好，魏总，我是顾之，请多指教。你好，顾记者，我是魏彦卓，请多指教。你出现有画面是错觉，它让我迷失在荒野。哎呀，我好像风摇曳，白昼尽被黑夜撕裂。所以阿燕，你的意思是你将大圣的珍宝带来，在现代发家致富了？果然男主就是男主啊，到了哪里都能靠自己闪闪发光，从执掌江山的君王摇身一变为身价过亿的霸总。现代装扮也很适合你，还是那么帅。不一样，这一次我只是你顾之一个人的男主，只属于你。在现代，钻石象征永恒的爱。魏彦卓，你嫁给我吧，我在心里发过誓，跟你重逢的第一面必须对你求婚，所以我一直随身带着钻戒。虽然这个钻戒很小，但这是我用自己积蓄买的，很有意义。光阴易逝，我们不能再错过，一定是要抓住当下，值得爱，勇敢爱。阿燕，你愿不愿意与我在一起，永不反悔？后来，我带阿燕见了奶奶，哼，她装乖卖萌，茶香四溢，一下子就成了奶奶的心头宝。可是这样多好呀，阿燕，从今往后你会有好多好多的爱，你再也不用害怕失去了。而我与阿燕的婚期则定在初次见面的日子，白天是现代婚礼，穿着洁白的婚纱，交换了永恒的钻戒。晚上是古代婚礼，穿着他亲手制作的凤冠霞帔，拜了天地，喝了和解。魏彦卓黑化值为0，看来魏彦卓终于得到救赎了。从前厌世孤僻的小暴君，爱上了所处的世界。不是爱上世界，而是这个世界有固执，有他想倾尽一生守护的存在。主神大人，理解这么深刻，今天要为绝美爱情落泪了。本神哪有心思关注这个，还不是你为他们求情，要本神高抬贵手。喝完这喜酒，就要去别的世界，别想着旷工。是，黑心老板就会压榨我，把我压榨跑了，谁陪你呀？